把东风导弹视为心腹大患，美国特遣部队策划精确猎杀东风21D、东风26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华盛顿时报报道呢，说是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中啊，就是美国特种作战司令就是理查德·克拉克将军披露过，说美军呢打算构建第一支在亚太地区活动的联合特遣部队。而美国海军陆战队戴维·伯杰呢，以前不是也说过吗？就是考虑到这个地缘现实情况，还有不断扩大的中国的这个精确打击能力啊，美国海军和联合部队呢，需要一支可以在敌方的武器交战区内能够长期作战的一枚部队。那么这两种部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呢，应该是开展一些信息战呢，或者是必要时可以进入中国沿海地区，通过各种情报手段呢，去寻找中国的像东风21D或者26的发射阵地、发射位置，或者呢是搜索一些其他高价值目标的情况，然后把目标的数据发回到舰队，舰队呢发起攻击。伯杰总结说，这会是一个高度致命的美国联合火力杀伤链。那么根据他们这个描述，我们可以判断出来，美军的作战思想是什么呢？是利用各种侦察手段，比如说卫星、监听系统等等，来判断到我们导弹部队的行动情况、部署位置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寻找到我们登陆作战中比较关键的一些节点目标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军列行驶路线上，如果他们查到了，比如说我们军列的行车路线，就应该知道哪些桥梁是极其关键的，还有一些个车辆编组站呢、变电站呢，都可能是关键的。另外，你要登陆作战嘛，码头设施也很关键。再有就是常说的什么雷达站等等。一旦对这些要点目标进行定位呢，就可以利用远程打击手段召唤火力进行打击。尤其是东风21D和东风26这样的导弹呢，对美军编队威胁实在太大了。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水面舰艇嘛，如果能够消除东风的威胁，那么美军航母编队就可以进一步靠近，那么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局面又盘活了。而要做到这一点呢，仅仅靠卫星和雷达的预警手段、监听手段恐怕是不够的，所以抵近侦察甚至上陆侦察就非常重要。而且呢，如果完全靠舰艇发射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话呢，可能时间上响应也来不及，必要情况下还需要特种部队进行破袭。当然，这种破袭可能对美军来讲也相当不容易，因为在中国大陆作战的话，首先这个渗透距离就不会太远，面对大陆的侦察手段呢，想渗透过来，保持隐秘也很难，而且人口密集啊，想扎进来的话，想藏身也不容易。当然也不是不能藏，咱们等会儿说的问题。那么对美军来讲，很可能就是利用潜艇把特种部队派到大陆。然后呢，再潜纵深渗透侦察，或者是这种渗透破袭，当然一定是化妆的，这不是不能。这事儿呢，美国人这么一说，咱们很多人表示这个美国人太荒唐了，想什么呢？这简直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但是这不是个玩笑啊，因为美国人针对中国也好，俄罗斯也好，弹道导弹威胁一贯的思路就是这样：先找到这个发射阵地，找到发射的部队，然后争取消灭在地面。所以呢，化妆侦察、破袭作战也是美国人一直在琢磨的事情，而且化妆渗透在中国，你说难吧也难，反正你不可能说派个直升机直接运过来，肯定不行。但如果通过别的手段，你比如说以游客身份提前进入，这个他穿的衣服也老百姓的衣服啊，你怎么识别嘛？或者是潜艇渗透进来，当然衣服也可以换过来，可不是我们在电影《战狼1》中看到那样的，穿着迷彩服，带着枪，开着吉普车就往边境里闯，就往基地里边闯，也不是这么干的嘛。所以呢，就是美国这种手段呢，也不是说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儿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注意防范美国这种打击的原因。比如最近大家看到就是官方媒体报道的东风26的演习嘛，要的就是快。东风26是具有无依托发射能力的，它的阵地是可以变换莫测的，就不像一些老的一些型号一样，就是阵地可以变，但是呢又是固定的几个阵地。我今天是1号阵地，或者是2号阵地，或者3号阵地，你可以猜，你要是猜不准的话打不着我，但是我怎么去变化，那几个点是固定的。26不用，26的变化可以非常丰富，而且呢，演习中也看到了，强调的是动作快，从这个车辆拉出来以后，隐蔽开进，完成发射，动作一定要快，让对方反应不过来。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啊？就是在演习中呢，也强调过，就是火箭军的那些步兵也在强调步兵的作战训练，步兵的那个防御能力，特别是特种作战能力，现在火箭军在加强，因为火箭军的部队特殊性在哪儿？它不是上前线的。一旦在地面上遇到敌人，那么肯定遭遇对方那种渗透力量、特种作战力量了。所以这时候以特战对特战，你单兵能力必须要强，战术意识必须要强。那么如果说火箭军还有强大的警卫力量，还有机动力量，那么其他的固定设施呢，有民用设施啊、桥梁啊、变电站呢，
就显得脆弱很多了。但是这些设施呢，受到破坏之后，多少也会给战役进程造成不小的损失。所以呢，在现在这种条件下，前线后方已经变得非常模糊，军用目标、民用目标都有很高的价值。那么，怎么防范这种渗透，就是个特别重要的话题。一方面呢，是我们要增加这种设施的冗余度，比如我一个变电站，一个这个桥梁受损之后，我应该能够迅速的这种应急方案，比如说是更改行车路线，或者是更改供电方式，这都应该是有应急预案，可以及时生效的。另外一个点就是人的因素。过去我们老说啊，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嘛，可能在未来还是这样。如果对方想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的话，就需要我们很多人，甚至是所有人，在一段时间内对身边的各种异常的举动、异常的人物、异常的行为都保持高度的警惕了。如果在一些重要的敏感的设施附近出现了一些平时不多见的人物，比如说一些个没有游客的地方突然来了一群老外，或者来了一群陌生人，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该提高警惕，通知相关部门了。好，关于美军的特种作战，我们应该如何防范？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